我是瓜皮儿，绿箭侠第7季前情提要。奥利弗出狱后加入了星城警局，让绿箭的行动合法化。在对抗奇美拉的事件中，小队得到了市长的赏识，从此不用因为身份而苦恼。成功解救了新妹妹惠美子后，奥利弗遇到了一个老朋友汉克。袭击中戴娜被割喉，命抢了回来，但确喉的能力受到了影响。一系列事情让奥利弗忙得焦头烂额，对费利西蒂怀孕之事完全不知。这会儿奥利弗正在解决惠美子的事儿，通过瑞内手中的物证子弹追查杀害惠美子母亲的凶手。他们发现这是一种稀土金属钋制造的，使用这种子弹的枪也是特别定制，制造商为武器专家安德鲁。有了名字就不难找到这个人的踪迹，但奥利弗和绿箭小队虽然合法，惠美子却并不能行动。为家人复仇的心，奥利弗很能理解，所以他打算背着星城警局帮助妹妹。这时迪哥找到了奥利弗寻求帮助，原来天眼会发现一名绰号但丁的人在秘密投资恐怖袭击，此人曾与迪亚兹有过密切关联，也就意味着只有迪亚兹知道但丁的长相。为了抓住对方，迪哥和莱拉组织了一群低配自杀小队，于是麻烦接踵而至。莱拉收到五角大楼的消息，联合会议想要借自杀小队一事严惩莱拉，也就意味着他短时间内没办法动用天眼会的势力，所以求救绿箭小队，从而引发了一些分歧。奥利弗主张先抓捕但丁这个恶人，但费利西蒂想借机除掉迪亚兹。本以为脑中的爆炸芯片能够束缚住迪亚兹，没想到行动中他依靠除颤仪烧毁了芯片，并且投靠了但丁。众人联手将其抓捕，可但丁却逃之夭夭。事后迪亚兹被重新关进了斯拉伯塞监狱永久监禁，迪哥也为了守住莱拉的位置扛下了所有罪名，提出了辞呈。让所有人没料到的是，但丁跟惠美子的关系并不一般，接近奥利弗也是有意为之。另一边，处在斯拉伯塞监狱的迪亚兹被活活烧死，到死都没想到眼前的人会对自己动杀手。迪亚兹的死震惊了所有人，劳若听说此事后震惊不已。虽然监狱对外声称是械斗致死，但明白人都知道这不是真相。特纳突然约见了 Loro， 他愿意告诉 Loro 真相，但前提是 Loro 给他一个看望儿子的机会。很快 Loro 托关系把特纳的儿子带了进来，并且给他们父子留了足够的相处时间。迪亚兹死亡当晚，特纳正在禁闭室里，他通过送餐口看到了凶手的体征，穿着绿色兜帽，但明显不是奥利弗。只要找到假扮绿箭的人，就能找到凶手。罗若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惠美子，也大概猜出他就是但丁的人。罗若想利用这个把柄问出但丁的下落，不料惠美子对他黑海妖的身份也了如指掌，场面陷入了僵局。奥利弗还被蒙在鼓里，照常给这个妹妹提供关怀。罗若本想暗中调查惠美子，却被飞来一箭射伤。眼见如此，他只能找到奥利弗摊牌。奥利弗根本不相信惠美子是这种人，也许这之中有什么误会。他这种对家人盲目信任惹恼了 Loro 懒得跟他多说，但奥利弗还是打算暗中调查一番，来证明 Loro 是错的。他惊讶地发现惠美子和但丁混到了一起，还抢劫了实验室。爆炸发生后，奥利弗冲进现场抢救伤员，可伤员在说出第9圈3个字之后就咽了气儿了。绿箭小队展开调查，发现资料库里面并没有记载第9圈的资料。他们想到了但丁手下武器上都刻有一个诡异符号，这个符号源自于14世纪的但丁时代，想必第9圈是但丁掌控的一个组织。于是奥利弗再次找上惠美子，开门见山地问他与但丁之间的关系。惠美子并没有隐瞒，当年他们母子被罗伯特抛弃后，是但丁收留了他们，教会了惠美子生存之道。得知这些秘密后，奥利弗的心情更加沉重，对这个妹妹的愧疚只增不减。此前费利西蒂和阿莱娜研发了一款名为弓箭手的软件，能够依靠 DNA 来搜索对象的行踪，所以拿到但丁的 DNA 就能掌握主动权。迪哥拿到了天眼会的样本，弓箭手立刻检测到了但丁的位置。绿箭小队杀了个出其不意，这让但丁怀疑是惠美子告的密，于是准备灭口。惠美子迫不得已只能反抗，并跟随奥利弗回到了地堡。结果弓箭手突然出了 bug， 暂时无法追踪。还好惠美子知道但丁的下一步行动，带领绿箭小队杀了个回马枪，但这次小队扑了空，这让奥利弗陷入了沉思。他无意间瞥见角落里的屏蔽器，立刻联想到这是惠美子的圈套，但回过神时箭已瞄向了自己。原来第9圈真正的领导是惠美子，反抗中惠美子逃走，弓箭手的数据也被洗劫一空。费利西蒂不得不着手研发第2代，而惠美子也将展开报复。他先公布了当年罗若和迪亚兹合作时的照片，利用舆论对抗罗若。随着证据越来越多，检察官罗若被视为通缉犯，他不得不重新成为黑海妖，扳回优势，找到老搭档影贼玩起了黑吃黑。另一边的奥利弗也没闲着，他想要对抗惠美子，就必须先抓住杀害其母亲的真凶，这样也许能有谈判的机会。
绿箭与斯巴达赶往了菲利西蒂提供的位置，发现凶手只是个收钱办事的杀手。需要行动时，雇主会通过硬币的方式提供目标和地点。这举动和但丁完全一致，看来他收养惠美子是蓄谋的。这不禁让奥利弗看到了希望。另一边，黑海妖伙同影贼黑吃黑，菲利西蒂担心他因为堕落走上不归路，便找到戴娜寻求合作。当晚，戴娜化身黑金丝雀，堵截了罗罗和影贼。但他再也无法使出缺口，实力上吃了很大的亏。就在此时，菲利西蒂请来的帮手赶到。Sarah 虽然知道眼前之人不是自己的亲姐姐，但还是尝试去感化她。Laura 此时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，四女大战一场之后不了了之。警方很快就找到了影贼的藏身处。戴娜与菲利西蒂赶到后，发现是个陷阱，屋内的炸弹立刻被激活，结果硬是过了好几秒才爆炸，这给足了菲利西蒂和戴娜逃走的时间。Sarah 断定罗罗并不想下杀手，也不想害菲利西蒂肚子里的孩子出事。想到这儿，萨拉赶到了昆汀的墓前，果然在此见到了罗罗。救赎不是终点，而是一段旅程。逃避自己的过去，不如去接受那些所作所为。过程虽然痛苦耗时，但最终一定会蜕变。几番话下来，罗罗就动摇了。他决定不再与影贼为伍。哪知道罗罗选择菲利西蒂他们时，影贼并不意外。像他这种认钱不认人的主儿，走到哪儿都留有后手。菲利西蒂等人杀出一条血路，一举歼灭了影贼集团。之后，菲利西蒂和戴娜提供了相关证据，表明了罗罗的无辜，并帮助警方捣毁了影贼集团。一切仿佛步入正轨。这件事之后，萨若为戴娜留下了一份礼物，是他和菲利西蒂加以改良的雀吼手环，这样也能让他重新拥有雀吼的能力。而 Laura 他想回到地球2，弥补自己当年犯下的过错。临走前，菲利西蒂把黑金丝雀的战衣送给了他，希望这个 Laura 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。接下来一周，奥利弗四处寻找惠美子的下落。在阻止了一场交易后，他得到了一份天友会的加密驱动器。第一个推测是内部人向第9圈泄密，菲利西蒂立刻破解了驱动器的内容。这加密协议根本不是天佑会的手法，而是出自国防部。迪格只能找到老相识斯图尔特将军求助。让奥利弗没想到的是，斯图尔特是迪格的继父，他从未提起过这个老男人，不知道他们父子间发生过什么。斯图尔特很热情地招待了迪格和奥利弗，却也拒绝了提供帮助。与此同时，正在尝试研发弓箭手2代的菲利西蒂和阿莱娜遭到袭击，好在国防部出手相救，两人才幸免于难。可是关于弓箭手的数据不幸被盗走，斯图尔特赶到了地堡。其实他几个月前就知道天佑会有第9圈的卧底，但迟迟查不出是谁。加密驱动器里的内容他也没有隐瞒，全部都是情报局的机密特工名单。如今弓箭手的数据也被盗取，为了防止情报泄露，他们必须合作。斯图尔特优先让名单上的特工躲进安全屋，自己最后才在迪哥的陪同下躲了起来。没想到这是第9圈精心布置的陷阱，斯图尔特与迪哥纷纷中招，陷入昏迷。再次醒来，已经被绑了起来。原来第9圈真正的目的是拿到国防部的超级细菌，这东西能够分解一切，因为太过危险，被国防部冷藏。不管怎么严刑拷打，斯图尔特都没有说出提取密码，直到对方的矛头指向了儿子。斯图尔特为了保护迪哥说出了一切，拿到密码后，第9圈立刻行动，这也给了父子俩逃走的机会。斯图尔特利用鞋带磨断了尼龙扎带，再利用电击棒激活了迪哥的头盔，这才给菲利西蒂发送了信号。奥利弗第一时间赶到救走了他们，他们必须要阻止第9圈得到超级细菌。菲利西蒂反向追踪了弓箭手，查到第9圈所在的仓库，绿焰小队立刻出发，但他们的行踪一直暴露在弓箭手之下，导致行踪被提前暴露。菲利西蒂迫不得已启动了弓箭手的自毁程序，同时惠美子已经拿到了超级细菌，奥利弗挡在了他的面前，将但丁所犯下的事说了出来。面对惠美子的反抗，奥利弗总是在留守，最终在但丁掩护下消失在了奥利弗眼前，连同消失的还有超级细菌。到这儿，迪哥终于跟继父解开了心结。在当年的行动中，迪哥的生父因为玩忽职守害死了2名战友，而其他人能活下来全都是因为斯图尔特。这么多年，他故意让迪哥痛恨自己，因为斯图尔特相信父亲对于一个孩子的影响极大，如果父亲是英雄，那么孩子也能成为英雄。所以这么多年他独自承受了痛苦，但这一切在今天释然了，这对父子相拥在了一起。另一边，惠美子下手射杀了但丁，他相信了奥利弗所说的话，可这并不能阻止他的计划。接下来发生了一起离奇谋杀案，2名警卫被钝器活活砸死。案发时，绿箭小队就在附近执行任务，戴娜并未在场，难免有人产生猜疑。现场留下的箭头更是咬定了奥利弗的罪名，于是众人轮番接受戴娜拷问。毕竟队长需要给警方一个交代，这一切都要回到20个小时前。戴娜第一个发现了但丁的尸体，连奥利弗都感叹这个妹妹心狠手辣。可他们还得去阻止超级细菌的散播，首先要得到热雾化器，这东西他们没有，第9圈也暂时没有，唯一有这东西的地方就只有
众航空器公司。可众航空器的老板托斯根本没把奥利弗说的话当回事，这让他们起了疑心。菲利西蒂开始调查托斯的账户，发现有大笔资金流动，但这并不能代表是第九圈的贿赂。为了避免这场灾难，奥利弗叫来了罗伊。到这儿，戴娜打断了他的话，说再多也只是奥利弗的一面之词。他开始审问菲利西蒂，毕竟他怀有身孕，待遇也截然不同。对于罗伊突然出现的解释，菲利西蒂说他是绿箭小队的制胜点，第九圈并不知道军火库的存在。况且神偷出身的罗伊也是潜入众航空器公司的不二人选。这段时间里，罗伊、西亚、尼萨三人已经解决掉了2个拉萨路支持。奥利弗对妹妹的生活也算是放了心了。罗伊整装待发前往众航空器公司，出手制止了惠美子等人的交易。可惜尽管是这样，也没有拿到热雾化器。过程中2名警卫是如何遇难的他们并不知情，但戴娜还是觉得这些口供有问题，于是他找来了罗伊。罗伊表示自己当时在场，但是第九圈人多势众，自己很快就被打晕了。醒来时2名警卫已经遇难。接下来迪哥证实了他说的话，因为他发现罗伊时，罗伊的确陷入了昏迷。几声枪响吸引了迪哥的注意，他赶到后，瑞内手持流血的钢管，倒在地上的正是那2名警卫。一时间瑞内成为了嫌疑人，他极其气愤。戴娜居然怀疑到了自己头上，他又说出了自己的经历。当时他追上了惠美子，因为瑞内和惠美子认识的最早。当他听说对方是第九圈的领导时，脑子都懵了。这也给了惠美子逃脱的机会。紧接着枪声响起，瑞内赶过去发现奥利弗丢掉了流血的钢棍，躺在地上的是遇难的警卫。当他捡起来查看时，迪哥刚好跑了过来。最终辗转反侧，又轮到了奥利弗，他的说辞又是另一个版本。当时他在通风室听到枪响后立刻赶了过去，枪是警卫开的。他赶到时看到了凶手，正是他的妹妹惠美子。为了保护家人，他只能拿起了地上的钢棍，这才引发了一系列猜疑。到这儿，一系列口供串联了起来，也证实了绿箭小队并未行凶。征得市长同意后，戴娜将他们无罪释放，而这一切都是他主导的局。至于事情的真相，其实是这样的：绿箭小队前往众航空器阻止交易，戴娜也在其中。前面的剧情大差不离，唯独罗伊这出了岔子。他似着了魔一般变得暴力，整个人变得嗜血。在他痛扁第九圈罪犯时被警卫发现，紧接着几声枪响，众人纷纷赶到现场。罗伊正拿着钢棍狂抡警卫的脑袋，所以真正的凶手其实是罗伊。为了保住他，绿箭小队不得不演了一出戏。但此事一旦曝光，绿箭小队会失去行动权，那将没有人能够阻止第九圈。清醒后的罗伊告诉了奥利弗他们真相，在摧毁拉萨路支持的路上，他们被死神会包围。为了保护西亚，罗伊中箭身亡，最终被泉水复活，但因此变得嗜血。这期间他一直靠着尼萨的圣莲抑制血性，结果还是失控了。顾不得想那么多，菲利西蒂查到了惠美子的位置，奥利弗带领小队赶到地点。当他独自面对惠美子时，得知了金牌奎因号沉船的真相，那都是惠美子策划的，目的就是向罗伯特复仇。不给奥利弗时间消化，惠美子引爆了炸弹，绿箭小队倒在了废墟之下。罗伊拼尽全力站了起来，四处寻找队员的下落。好在众人只是受伤，并不致命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警方查出了监控的真相，知道了罗伊是凶手，甚至把奥利弗当成了第九圈的真正领导。警方正准备逮捕费利西蒂和阿莱娜，为了争取时间，费利西蒂启动了电脉冲，震晕了警方。他们必须要联络到奥利弗他们才行。有了阿莱娜的帮助，很快就联系上了迪哥4人，但迟迟找不到奥利弗。更糟糕的是，绿箭小队被全城通缉，为之奋斗了数年的目标将会覆灭。另一个坏消息是，大楼内的丙烷正在泄露，随时可能会因为火化爆炸。唯一的办法就是切断电源，但发电室又充满了苯气体，没给队友机会。罗伊毫不犹豫跳了下去，这一跳也是为了赎罪。万幸的是，他关闭了发电机，自己虽然快要窒息，但依旧活了下来。事已至此，还是没有找到奥利弗的踪迹。此时惠美子来到地堡剑指费利西蒂。费利西蒂虽然害怕，但也不想让腹中的孩子出事。惠美子一心软，也只能摧毁了服务器。废墟中的奥利弗仿佛看到了汤米，在汤米的帮助下，奥利弗爬了出来，也把错位的手臂强行掰了回来。爆炸导致他的弓箭断裂，这让奥利弗无语又气愤。汤米一直在安慰奥利弗，不希望他变得和惠美子一样无情。在家人面前，人们都会被蒙蔽双眼，汤米亦是如此。如果他当初听从了奥利弗的劝，也许现在还活得好好的。这次奥利弗决定大义灭亲，他改造了弓箭，1号爆炸舰炸出一条生路，与小队成员会合。所有人搀扶着走出了废墟，等待他们的是惠美子和第九圈的杀手。奥利弗的心里只有愤怒，他举剑瞄向了妹妹，毫不犹豫松了弦。可当他再回头看去时，中箭的变成了迪哥，地上所有的伙伴全部战死。直到呼唤声响起，奥利弗才从幻觉中惊醒，身边的人依然是汤米。爆炸使他得了脑震荡，也让他明白一个道理：仇恨复仇是个恶循环。他不该对惠美子斩尽杀绝，只有化解恩怨才能彻底解决一切。 Time to wake up now.
随着汤米的一个响指，奥利弗真正的醒了过来。队友们赶到后，把他从废墟拉了出来，众人重返地堡。警报显示，绿箭侠正带领着地球圈屠杀警局，肉化器也被他们抢走。绿箭小队再度出击，与地球圈展开决战。奥利弗追击惠美子到了屋顶，他想要感化这个妹妹，所以迟迟没有下杀手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惠美子得手逃走。星城正在通缉绿箭小队，奥利弗只能带着成员逃走。他们又回到了当年的那种生活。柯蒂斯和罗罗连忙赶回地堡，接到报警，有人在购物广场安置了炸弹，警方立刻将所有百姓疏散到了广场。这样一来，人们都聚集到了一起，八成是惠美子搞的鬼。绿箭小队识破了一切，打算出手阻止，结果百姓和警方对他们充满敌意。就在此时，特纳一拳打倒了带头起哄的人。他相信奥利弗不会谋害星城，靠着自己的王霸之气吓跑了闹事的人。这时数架无人机出现在上空，散发出来的细菌迅速蔓延，一瞬间就近百人化成了血水。奥利弗利用冷冻剑击落了无人机，媒体却还是把绿箭小队视为幕后黑手。接下来任何地方都有可能会散播超级细菌。柯蒂斯准备改造一个冷冻装置，然后投放到那些无人机上，这样低温会迅速灭杀细菌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所有人先疏散了孩子们，这其中包括了特纳的儿子菲利西蒂。一共找到了15个袭击点，这还只是保守数字。柯蒂斯发现这些地方都有一个中转站互相连接信号，而这个中转站就在帕默科技的顶楼，也就是曾经的奎因集团。奥利弗立刻带队前往，此时一群警察站在了他们身边。原来早前被袭击的警官斯宾利醒了过来，带领几个好友赶来支援，众人合力摧毁了中转站。而奥利弗再一次与惠美子对决，直到这一刻他都没有放弃这个妹妹。如果杀死自己能化解恩怨，奥利弗愿意给他这个机会。就在此时，地球圈的人突然反水，惠美子总是纠结家族恩怨，高层碧翠丝企图推翻惠美子。此时兄妹俩不得不放下恩怨，抵抗外敌。在奥利弗的 BGM 里，他自然是无敌的。可惠美子本就有伤在身，几个回合下来就被碧翠丝打倒在地，奄奄一息。临终前他向哥哥道了歉，可在他清醒之前下了杀令，奥利弗家人一生都会被地球圈追杀，这让他不得不正式解散绿箭小队。罗伊回去陪西亚，罗罗折返地球2，小队从此各奔东西。奥利弗依依不舍地站在逐渐变黑的地堡里，他们来到了一处隐蔽的安全屋，从此将在这里开始生活。几个月后，奥利弗和菲利西蒂拥有了第一个女儿米娅。本以为幸福生活就要开启，奥利弗却在家里看到了诺武。这一切的起因自然是因为危机。奥利弗用自己的命换来了 Barry 和 Kara 活下去的机会，而如今他的期限到了。为了多元宇宙，奥利弗必须再次披上战袍，而这代价就是与家人两隔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